那很多人呢，自己焦慮的都不知道，他產生各式各樣的不舒服，但是他不曉得這個叫做焦慮。那焦慮是什麼呢？今天我們有一個主題來講這個焦慮。我發現呢，焦慮是我們整個社會很大的問題。我們這個台灣的社會呢，是屬於比較急躁的、比較很多框框的社會。那我們呢，產生了焦慮，產生了焦慮，很多不舒服。那到醫院去呢，醫生又很忙，那又不能講很多話。那跟朋友講呢，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有時候焦慮是很痛苦，帶來的副作用很大，可是我們卻不曉得怎麼去解決。所以呢，為了來幫助有焦慮問題的朋友們，方醫師就開了這個系列，叫做不看更焦慮的，看了不焦慮，不看更焦慮。今天的這第一集就是我焦慮了。那很多人呢，自己焦慮的都不知道，他產生各式各樣的不舒服，但是他不曉得這個叫做焦慮。他以為胸悶就心臟有毛病，他以為這個頻尿就是膀胱有毛病，事實上這個都跟焦慮有關。所以今天第一集呢，也就是先把這個現象點出來，我焦慮了。那焦慮是什麼呢？我們為什麼會焦慮呢？方醫師把它定義成叫做存在或者是生存的威脅。比如說一個小動物好了，在一個森林裡面，它感覺到危險，好像有什麼狩獵者在附近，然後感受到的威脅是很具體的、很實在的，然後它就開始產生焦慮。不管是聞到一點氣味，或者是呢覺得好像有危險，都會焦慮，更不用講說已經跑到你面前了。那在我們這個現代的社會裡面這種威脅呢，有時候不是那麼的明確，這麼具體。比如說今天我們生病了，我們都有一種焦慮，說我會不會是得 COVID-19， 然後就掛掉的那一個人？那我今天肚子痛了，我會不會肚子有什麼毛病？我胸悶了，我會不會心臟血管堵塞了？我們的焦慮被這種模糊不清的危險呢包圍，我們都擔心說我們會不會這樣子，然後就變成那樣子，我們會不會生這個症狀，那接下來就得癌症了。所以我們很容易焦慮。或者有一種焦慮就是被隔離的焦慮。比如說有一個閨蜜昨天來看我們診說她有5個好朋友了，有5個人是一群的好朋友，結果她發現最近2次聚會都沒有約她，讓她一個人她發現這件事情，讓她非常的焦慮，非常的傷心，這樣就是被隔離，沒有被包含在群體裡面存在的焦慮。所以存在的威脅是無所不在的，從很具體的看到一個壞人拿着刀子要殺你，一直到生了一個病，有一些症狀，一直到被朋友隔離，都會產生存在的威脅。那我們產生威脅的時候，我們會產生什麼行為呢？像小強小強就是蟑螂蟑螂，你家裡有蟑螂的時候，你發現蟑螂有2個行為。他看到藍白拖的時候這個藍白拖就會讓小強很緊張。那小強呢，他有一個就是他會亂跑，哇，這個東奔西跑的，他也沒有方向，所以第一個小強的行為就是亂跑。那第2個小強發現沒有地方跑了，他會裝死他以為裝死可以騙到你，你知道嗎？事實上在大自然裡面裝死是可以騙到的，像那個青蛙它是不會去咬那個沒有動的那個昆蟲的，所以如果你裝死呢，是可以逃過一劫的。所以小强只有2招一個就是亂跑，一個就是裝死。那我們人遇到危險的時候也是這2招一個就是怎麼辦，然後一直亂跑；那一個就是說完蛋了，然後就裝死。那我們產生焦慮的時候心理上會有一大堆症狀。所以第一個呢，變得擔憂了。擔憂是什麼呢？你說事情來了，本來就應該要擔憂那真正的焦慮的擔憂是什麼？就是重複擔心。重複擔心跟擔心是不一樣的。我們一件事情有壓力
我們會擔心，我們會想辦法，這個是合理的。但是你會發現有一種心理狀態，就是把這種擔心呢，已經想過一遍了，他又再重複想一遍，然後停不下來。重複擔心就是焦慮上的擔憂啊。那什麼是恐懼呢？擔憂還沒有到你的眼前呢，恐懼就說這個危險啊，已經到達你的眼前了。所以恐懼比擔憂更具體，更在眼前，更在身邊。今天比如說你到一個巷子，那這巷子黑黑的，你會擔心擔憂會不會有危險，但是突然跳出一個人，然後有點危險的樣子，那你就開始是恐懼了。大家可以理解嘛？所以擔憂，什麼叫擔憂？不斷的重複的一樣的擔心叫擔憂。恐懼就是已經到眼前的危險，那會產生坐立難安啊，他一時一刻都停不下來啊，所以他一直走來走去啊，做很多事情啊，坐立難安，到最後你晚上也停不下來，就是失眠。所以這一套擔憂、恐懼、坐立難安跟失眠，就是你的反應啊，就跟那一隻小強一樣，跑來跑去的，停不下來的。那有時候你也會裝死啊，你也會癱瘓啊，所以你會產生什麼？你會失神，你會這個癱瘓。那為什麼會失神呢？因為啊，你大腦裡面的資源有限啊，你不斷的重複的擔心呢，用掉一半以上的資源，所以你大腦就空空的啊，你沒辦法專心做日常生活的事情啊，甚至你一有空就坐在那邊，然後想這些你擔心的事情，看起來就是頓頓的，看起來就好像心不在焉啊，這就失神了。那到最後呢，你什麼都做不了了，你覺得都沒有辦法去應付日常生活的，工作也不用講了啊，癱在那裡，然後癱瘓，全身都無力感。那有時候呢，我們對於這些事情不是這樣子解讀的呢。我們把這個擔憂的心理的症狀我們把它轉換了，我們就認為說本來遇到事情擔心是合理的。那我也不是坐立難安，每天找很多事情做啊。我失眠是有失眠的病，那我失神呢，或全身無力呢，是我身體的病。他一切都把它轉換了，我沒有焦慮，我是這些症狀有問題。那你看平常我們只有用一部分的腦力去警戒，我們大部分都拿來應付我們日常生活，我們的工作。可是當你擔憂的時候，當你焦慮的時候，你用了你一半以上更多的資源去焦慮、去警戒，所以你就會顯得失神、頓頓的，心不在焉的，甚至你腦力過度負擔就會變成這個好像頭昏頭暈的表現。所以有些人說我整天都頭暈暈的，那是因為你過度的使用大腦，然後焦慮的結果，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那我們身體會不會配合我们心理的焦慮產生症狀呢？會的。我們身體是我們這個大腦的小老弟，它會配合。第一個呢，它就用交感神經系統來表現這些症狀。交感神經興奮的時候，它刺激我們的心臟，我們心臟就跳得快，然後我們呼吸就是比較快，然後刺激我們的腸胃跟膀胱，我們就會怎麼樣？膀胱蠕動降低，還有腸胃的蠕動也是降低。所以我們會便秘，我們那個不太有尿意。那我們的皮膚呢，會容易流汗，那肌肉會變得僵硬，這是整套交感神經系統的表現。那有人就說我得的是交感神經失調症。那交感神經失調症只是在描述這些症狀的總和而已它真正的源頭就是焦慮是我們大腦焦慮驅動我們的交感神經去表現的並不是單純交感神經系統自己生病所以你講交感神經失調症，那個不算症那是症狀而已那是結果那不是原因那另外呢，我們的大腦頭部這一塊它會借由三叉神經，然後去分泌神經性發炎的物質，所以我們在焦慮有壓力的時候我們這裡的頭部容易痛因為我們頭部的神經算是密集的所以我們為什麼這裡會麻，這裡會痛、會脹、會暈，都是因為我們這個地帶在發炎了。那為什麼會發炎呢？因為你神經性發炎，大腦命令三叉神經的末端分泌
神經性發炎的物質啊。那為什麼大腦要搞這些事情讓你發炎？因為要透過發炎讓你不舒服，逼得你休息，逼得你聽得懂大腦自己的心聲啊。所以這兩件事情哦，利用身體的症狀，再跟你這個主人啊做溝通的方法。所以焦慮的身體症狀呢，會出現哪些呢？首先啊，它就是肌肉僵硬。有人說啊，我脖子好緊好緊，那就說長骨刺。那你明明就是工作壓力很大，你的脖子肌肉都緊起來了。你看那個家裡的貓吼，你如果拿藍白拖要打它吼，它一生氣啊，那個脖子是會拱起來的。所以我們的脖子是我們壓力的一個指標啊。我們脖子就這樣用力啊，然後呢，用力久了，當然就是又痛又緊啊。好，所以肌肉僵硬，那會顫抖呢。因為如果我們的肌肉緊得很緊的時候，神經緊得很緊的時候，我們也是會引發顫抖的。那另外會胸悶心悸，因為心臟被交感神經刺激，它就跳得快。那我們的呼吸呢，為了要配合跳得快的心臟，我們呼吸也要變快，所以你會去趕啊，氣促啊，好像都吸不夠氣一樣。事實上你的氣是夠的，但是你以為不夠，那是因為交感神經過度刺激的結果。那照理來講呢，交感神經會讓我們消化不良，因為腸子不太動。那我們會流冷汗，因為皮膚呢變冷，然後我們會流汗。那我們的這個嘴巴會乾，這些都是交感神經過度的表現。那它有時候也會癱瘓啊，因為它不跟你玩了啊，所以我們會感覺到很疲倦、很無力、很虛弱。那有人說，那我焦慮的時候，我不是便秘啊，我是拉肚子的。那我也不是膀胱無力啊，我那時候是很頻尿的。我覺得我那時候的腸胃啊，跟我的那個膀胱不是沒有力的，是更有力的。那是因為什麼原因？那是因為你大腦介入了，你大腦過度關注你的尿液跟便液啊，所以造成你拉肚子，造成你放大這個反應。那你有時候還有一種就是你呼吸會亂，你知道嗎？你明明是氣促了，可是你大腦哦一直要你呼吸，造成你呼吸啊變得不規律啊。所以我圈起來那一套症狀呢，代表啊你的大腦介入之後呢，讓這套系統呢更混亂。那另外呢，它也會製造神經性的發炎，所以呢，你有這個偏頭痛哦，頸部啊、頭部啊，甚至你頭暈頭脹啊，這都是神經性發炎的表現。那我們舉一個例子啊，比如說我們焦慮的時候，我們焦慮到手腳發麻嘞。焦慮為什麼手腳會發麻呢？首先啊，我們神經是無所不在的，尤其是我們的臉部、我們的手腳末端神經算是比較密集的，所以交感神經興奮的時候啊，它可以直接讓你發麻。第二個，我們焦慮的時候呢，我們會過度換氣，過度換氣會把我們的二氧化碳排掉，所以我們的大腦的腦血管啊會收縮啊，造成一種刺激。所以呢，光是過度換氣啊，就可以讓你的嘴巴、手腳發麻。那有沒有慢性、長期的過度換氣？有這種情況的。好，第三個還是神經性發炎。我們的大腦呢有壓力，它會命令我們的周邊神經的末端啊，也要分泌神經性發炎的物質。所以你是真的有發炎的。所以這幾個機制啊，都可以讓你啊感到手腳末端發麻。這是屬於焦慮來的。當然不是說所有的手腳發麻都是焦慮啦。比如說方醫師舉一個例子，好，有一個年輕人哦，他最近剛吃了一個鈣離子阻斷劑，很常見的血壓藥，叫做脈優啊。這個脈優啊，讓他呢周邊的血管舒張，那他就有一點點哦水腫的感覺，但是沒有看到水腫，所以他就手腳呢卡卡緊緊的，刺刺麻麻的。所以光是脈優一個很簡單常見的血壓藥，也可以讓他手腳是麻麻的。還有老人家，比如說整天都不動，然後坐在那裡，他末端的組織液不循環，然後造成水腫，造成這些刺激，也是會手腳麻麻的。那最後啊，大家都已經知道說，哦，我可能有焦慮了。那有些人呢是以心理的症狀比較多的，那一部分身體的表現。那有一部分的人呢，以身體的表現為主，心理的表現比較少，甚至有一種極端的人啊。他否認我心裡有焦慮，說啊我已經退休了啊，我經濟上也 OK 啊，那子女都很孝順啊，
啊，我睡覺也還可以啊，啊，我也沒什麼慢性病啊，那我為什麼會頭暈？你一直說我焦慮，我沒有焦慮的條件啊。今天你欠人家1000萬好了，你會焦慮啊，那是合理的。但是你剛才講的，你的生活的狀況這麼好，你沒有焦慮的條件，那這時候你還焦慮，那是因為你的大腦不穩定啊，你的大腦有一點生病了。所以焦慮呢，不一定是外在環境所逼的，光是大腦本身呢就可以焦慮了。然後不承認自己焦慮，明明有很多焦慮的症狀，來門診以後說了一大堆，說我怎麼樣，那沒有意識到說我已經焦慮了。那今天方醫師這個主題呢，就是要先把焦慮這個現象給點出來。那我承認我有焦慮了，我有這些身體的症狀都是我焦慮的表現之一，然後才開始去治療焦慮。那接下來呢，下一集以後我會從6個面向去看焦慮的這個歸因啊，為什麼會焦慮？找到一些治療的辦法。來，謝謝各位。想要從醫學的角度來了解人生的問題嗎？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分享給所有的親朋好友，讓我們一起提升台灣的醫療文化。